希特勒几次单方面的改变现状，不管是废止条约还是对外扩张，英法都是纵容者，而波兰则是实打实的帮凶。不清楚波兰人是否有考虑过，虽然他们并不是希特勒口中所说的那1000万的日耳曼同胞，但是波兰跟德国是有领土问题的。凡尔赛合约当中把但泽割让给了波兰，而现在希特勒在接二连三的拿下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不知道波兰人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就有可能会轮到他们自己。一直以来，纳粹德国就从来都没忘记过但泽这块地方，甚至中途还半正式的提出过。差不多就在希特勒要求各军事将领积极备战，准备随时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格兰德饭店宴请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可能是在庆祝些什么。因为在纳粹德国拿到苏台德地区的同时，波兰也得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切身地区，所以餐桌上的气氛非常的友好。就在他们吃饭聊天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毫不避讳地说，现在波兰跟德国之间已经可以开始达成全面和解了，所以就不得不说一下但泽。他认为但泽这个地方波兰应该归还给德国，并且他希望利普斯基大使可以私下告知一下波兰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因为当时宴会的气氛还是非常友好，毕竟是在一起庆祝，各自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利普斯基也就直言不讳地告诉里宾特洛甫，他不认为但泽有重新归还德国的可能，不过他也一定会对贝克外长转达里宾特洛甫的提议。果不其然，贝克让利普斯基转达给里宾特洛甫的回复是，任何想把但泽并入德国的企图都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军事冲突。不光如此，他还特意强调了一下，但泽问题是判断纳粹德国对波兰是否有企图的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标准。这个答复里宾特洛甫肯定是不满意的。在转告给希特勒之后，希特勒更是大为恼火，随即就给军方下达了一条命令，在准备好随时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以便于可以出其不意地占领但泽。不过仅仅是但泽就可以了，而且是准革命式的占领，并不是要对波兰发动战争。希特勒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时候波兰几乎跟纳粹德国沆瀣一气，而且但泽实际上是掌控在当地纳粹党的手里，所以就可以像奥地利以及苏台德地区一样，随时拿下但泽。只不过事情有轻重缓急，那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彻底清算掉捷克斯洛伐克。所以希特勒在1935年1月份接见波兰的外交部长贝克的时候，还是非常的亲切和蔼的，甚至在刚碰面握手的时候对贝克说，他已经随时做好了准备为尊敬的贝克部长效劳。到了正式会谈的时候，希特勒对贝克说，但泽是德国的，永远都是，而且迟早有一天会再次成为德国的一部分。不过他也向贝克部长保证，绝对不会在但泽出现什么继承事实之类的情况。随后两国还签署了一份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这样看起来，这两个目前关系还不错的国家似乎又更亲近了一些。只不过希特勒的对外承诺多了去了，好像没有一个承诺是最终做到了的。再加上作为所谓的朋友，希特勒跟里宾特洛甫不止一次的跟贝克强调过但泽属于德国，所以实际上贝克已经不是非常放心他的这些朋友们了。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英国，而这个时候英法对希特勒也有点开始丧失信心了，所以张作人就去找法国提议，英法再加上波兰以及苏联一起发表一项正式的四国声明，制止在欧洲进行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张伯伦的这建议在3月21日传达到了波兰首都华沙，并且递交给了贝克，但是受到了极为冷淡的回应。如果仅仅是英法加上波兰，哪怕是拉上意大利，甚至是纳粹德国，估计波兰都会第一时间响应，唯独苏联，波兰人不能赞同。因为波兰跟俄国是世仇，波兰历史上的几次亡国都跟俄国人有关。即便是到了今天，全世界最反俄的国家，波兰自称第二，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所以要跟苏联合作，不如去跟希特勒谈一谈，在但泽走廊修建连接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的铁路以及公路。不过就在这几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儿，让波兰不得不开始考虑转变自己的亲德态度。就在这几天，英法在试图串联四国声明的同时，纳粹德国又在立陶宛手中不费吹灰之力收回了凡尔赛合约当中割让给立陶宛的莫姆尔。
可能是默默尔的确有点太小了，都没能在欧洲的舆论场激起哪怕一丁点的浪花。不过这也足以让波兰人开始普遍担心，接下来就可能会轮到他们的但泽地区了。于是波兰内部开始了小规模的动员，而且贝克还召见了纳粹德国驻波兰大使汉斯·阿道夫·冯劳奇，明确地告诉他，任何由纳粹德国或者但泽地区纳粹党所挑起的改变但泽现状的行为，都将被波兰视作开战的理由。另一方面，波兰也积极联系英法，寻求外交斡旋。而这个时候的张伯伦也已经彻底清醒过来了，他主动要求跟波兰签订条约，不仅仅是外交协商，而是在遭受进攻的时候相互提供支援，并且还联合了法国一起。3月31日，张伯伦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明确地宣布，如果波兰遭受进攻并且发起抵抗的话，英国和法国将给予波兰全力的支持。做个不恰当的类比啊，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莱茵兰开始，到奥地利，再到苏台德，再到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从来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现在面对波兰，他也意识到可能会遭遇到不小的麻烦。而当一个人习惯了错的事情，那么对的事情反而会变成错的。所以当听到张伯伦宣称将会义无反顾地支援波兰的时候，希特勒暴跳如雷，他对身边的幕僚大放厥词，要给张伯伦这个老叛徒一点颜色瞧瞧，要让英国人吃点苦头。忽然之间，张伯伦就从那个尊敬的首相阁下变成了英国的老叛徒。生气归生气，这个时候的希特勒理性还是有的，他很清楚当下还不是跟英法公然撕破脸的好时机，所以表面的工作还是要维护好。于是4月1日，希特勒在切尔皮茨战列舰的下水典礼上发表演说，依旧是老调重弹的呼吁和平，并且强调纳粹党为了和平而付出的努力，比如把接下来的党代会命名为和平的党代表大会。动听的话从来都是用嘴巴说出来的，而私下里则立马给军方下达了白色方案，主要的目的就是做好可以随时歼灭波兰一切武装力量的准备，以便于永远地消除来自于这个方向的威胁。欧洲越发紧张的气氛，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都也不能装作没看见了，以至于罗斯福不得不发电报给希特勒，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曾经的声明：德国需要和平，德国热爱和平。罗斯福呼吁希特勒能否做出保证，绝对不会入侵其他国家，包括波兰、法国、荷兰、比利时等等，总共列举了31个国家。希特勒给这31个国家当中，除了英国、法国、苏联、波兰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发了一封电报，就2个问题：第一，询问他们是否感受到了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第二，询问他们是否有授权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他们做出呼吁。结果出乎意料，几乎所有的国家给出的回复都是否定的，他们既没有觉得纳粹德国是威胁，也没有授权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他们呼吁让德国做出不入侵的保证。这样的回复给了希特勒十足的底气，他准备在他命名为和平的党代表大会上逐字逐句地戏谑一番罗斯福。Lettland, Litauen, Estland, Norwegen, Schweden, Dänemark, Niederlande, Belgien, Großbritannien, Irland, Frankreich, Portugal, Spanien, die Schweiz, Liechtenstein, Luxemburg, Polen, Ungarn, Rumänien, Jugoslawien, Russland, Bulgarien, Türkei, Irak, Arabien, Syrien, Palästina, Ägypten。在和平的党代表大会上，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在无情地嘲讽罗斯福。他说啊，罗斯福总统要求我们做出保证，不会入侵这31个国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是怎么知晓这些国家认为德国是威胁的。为此，我们还专门询问了他们。很遗憾的是，他们都明确地说不认为我们是威胁。不过既然尊敬的罗斯福总统要求我们保证，虽然我们没有必要，但我们也依旧愿意向罗斯福总统保证。尊敬的罗斯福总统，在此我们向您庄严地保证，德国的武装力量绝对不会入侵丹麦、荷兰、芬兰、挪威、比利时。他逐一地把罗斯福所列举的31个国家名单都读了一遍。但是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希特勒狡猾地遗漏了波兰。最后，希特勒还不忘给罗斯福再追加一些讽刺。他说啊，我们都知道，对于美国来说，
本土安全才是他真正关心的。所以在此，即便罗斯福总统没有要求我们保证，我们也非常乐意主动向罗斯福总统保证。尊敬的罗斯福总统，在此我们还向您庄严保证，德国的武装力量也绝对不会入侵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希特勒结束了他的演说，随即就前往贝希特斯加根避暑去了。在这次演说当中，所有人都没有在意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希特勒破天荒的第一次没有抨击他所深恶痛绝的苏联。即便是明确提出希特勒演说中没说的话比讲出来的话更值得注意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以及波兰外长贝克，连他们都没在意，希特勒在这次演讲当中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提及苏联。或许希特勒此时也已经意识到，就价值观方面来说，纳粹主义的德国跟共产主义的苏联高度一致。或许柏林跟莫斯科早就已经开始酝酿一些其他的新念头了，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1935年5月3日，苏联的报纸刊登了一则不太起眼的消息，很短。苏联的外交部长里维诺夫被解职，接替他的是莫洛托夫。这很可能意味着苏联的外交政策会出现大幅的转变，因为里维诺夫鼓吹集体安全，主张联合英法等国家一同围剿纳粹德国。即便新上任的外交部长什么主张暂不明确，但这也足以说明苏联可能不再视纳粹德国为敌人。虽然苏联并没有大肆声张，但是德国驻苏联大使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到了5月20日的时候，德国驻苏联的大使冯德舒伦堡跟新上任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虽然并没有谈出什么实质上的内容，但是后来德国人称新上任的苏联外长对德国态度甚为友好。而实际上，莫洛托夫也认为主义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苏联跟意大利之间的良好关系，所以同样的，它也不应该成为苏联跟德国之间的障碍。众所周知，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有共产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天然敌人，所以苏联很难融入欧洲。即便是到了二战的末尾，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迟迟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协助苏联。丘吉尔最希望看到的战争结果就是德国人躺在棺材里，而苏联人躺在手术台上。所以之前里维诺夫基本是热脸在贴英法的冷屁股，却不愿意对准接触纳粹德国。而莫洛托夫就不一样了，整个欧洲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英法为首，一派是以德国、意大利为首。既然英法不愿意搭理苏联，那么跟德国、意大利搞好关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刚好这个时候，德国也需要拉拢苏联。8月初的时候，有史以来第一次，里宾特洛夫亲自给莫斯科发电报，之前都是由国务秘书代办。里宾特洛夫强调，德国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让双方都满意。如果苏联方面也愿意把苏德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的话，他愿意随时做好准备参加这种双边会谈。莫洛托夫显然是个老奸巨猾的外交官，虽然苏联也惊讶于德国的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但也没有立马就转向迎合，反倒是就里宾特洛夫说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提出了3个疑问，就是德国提出的反共公约、支持日本反苏以及拒绝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这3个问题的提出让纳粹德国意识到，苏联恐怕不像英法那么好糊弄，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如果想要拉拢苏联，就必须实实在在的提供一些好处。于是8月14日晚上，里宾特洛夫指示德国驻苏联大使转告莫洛托夫，苏德两国并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利益冲突，而且纵观历史，两国关系良好时一切顺遂，而两国敌对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危机。所以这个时候，苏德两国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节点，应当迅速恢复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协同去解决波兰、波罗的海以及东欧的领土问题。话说到这儿，就差没有直接说出来，苏德两国可以瓜分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各国，而这就是纳粹德国给苏联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两相一对比，苏联之前都是一直在热脸贴英法的冷屁股，即便如此，英国的外交大臣也一直不愿意到访莫斯科。而现在里宾特洛夫不光愿意来，还带着实实在在的礼物。于是第2天，莫洛托夫在听完德国大使的转述之后，对德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表示热烈欢迎，而且主动建议跟德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并且邀请德国一起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安全做出担保。意思就是里宾特洛夫来可以，但也别光只是来，可以具体敲定一些事情。希特勒对有实质内容的提议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既然有明确的要求，就说明是可以谈的。最怕的就是那些空洞的外交辞令，好像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不能确定。况且莫洛托夫所提的这些要求也刚好是希特勒最希望讨论的，而且莫洛托夫提出的更具体更明确。在看到苏联人有具体要求过后，希特勒也干脆就不再兜圈子了，明确指出是要划分势力范围，不过这一切都必须要面谈。于是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再次面见莫洛托夫，转告他德国准备跟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也准备跟苏联一起对波罗的海各国做出共同担保，并且强调里宾特洛夫这次到访莫斯科将会得到元首希特勒的完全授权，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尤其是跟苏联签订一项特别的议定书，就是如何在东欧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划分势力范围。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到访莫斯科，受到了热烈欢迎。随即，苏德两国就签订了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流氓分赃协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就包括了里宾特洛夫之前提到的那个特别的秘密议定书，如何划分苏德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而这个条约一签订，就意味着波兰进入了倒计时，因为在他们的秘密议定书里清楚地写了，当波兰发生任何领土或者政治上的变动时，苏德两国的势力范围大体以雷夫河、维斯瓦河以及散河这一条线为界划分。而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准备对波兰下手了。其实，英法等西方阵营原本是可以避免苏联跟德国签订这份条约的。就在纳粹德国跟苏联开始频繁接触的时候，英法也已经意识到了要拉拢苏联的重要性，于是也开始尝试积极的接触苏联。但热情程度远不及纳粹德国，而且还基本都是些概念性的接触，说白了就是那些空洞的外交辞令。两国都赞同要友好协商，两国都赞同要积极合作，不像希特勒给斯大林提供的是实打实的触手可及的势力范围。而且就算是这样，波兰也一直都抗拒拉拢苏联来对抗纳粹德国。波兰人有句名言，德国人来了我们会丧失自由，而俄国人来了我们会失去灵魂。不过事已至此，再谈什么都没必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过后，莫洛托夫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英法大使，苏联跟德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友好的共识，所以跟英法之间的各类谈判已经都没有再进行下去的必要了。到了这个时候，战争也已经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了，只是目前所有人都还没能想到战争会发展到后来波及到全世界的程度。